大家好，我是面具人。哎呀，今天呀，出大事儿了。这个大事儿就是面具人昨天去医院看肺炎去了。于是呢，网上就有一些那些个敌军博主呀，开始造谣说面具人我已经得新冠肺炎了，甚至还有传言说我已经死了的。其实面具人我是不是新冠确不确诊不重要，因为这些人呀，他们只是想造谣。那面具人我就想说了，如果你是关心我，那我感谢你；如果你是造谣我，无非就是说面具人我死了，好让大家别期待我了嘛。面具人都已经死了，还看他的节目干啥嘛？肯定没节目看了嘛。让大家别看我的节目了嘛。不看我的节目了以后，我不打假了，他们就能继续跟着你们做反指标赚钱，让你们割韭菜嘛，是不是？哎呀，这些反指标的事情我也懒得管，我一天忙着打 X 赚钱呢。大家如果想要看反指标，可以去看看 ABC 先生扒皮反指标的事儿啊。好了，来说正题啊。这个说节目的过程中，我尽量保持不咳嗽啊。如果有咳嗽的话，我尽量把它剪掉。那标题你们也都看到了。今天咱们主要来说3件事啊。首先呢，来说一下加密货币的未来前景，然后呢就是狗狗币的生死解析，以及我们究竟该怎么做接下来的投资策略，还有呢就是面具人前天做了 X 的相关节目。有很多观众啊问了一些比较经典的问题啊，那我也抓取了一下，给大家统一做个回复。好，节目开始之前呢，新来的观众朋友们点赞订阅打开小铃铛就可以财运亨通了首先呢，先来给大家讲解一下 X 的一些经典问题啊。首先第一个问题呢，大家都知道 X 打赢了能赚钱，那么 X 打输了扣钱吗？答案就是打输了不扣钱。赢一局呢，你能赚到7到12个 SLP， 输了呢，你不扣钱，相当于你是纯赚。于是呢，说到这儿啊，很多人可能会觉得，你打游戏啊不扣钱还能赚钱，这天上有没有白掉馅饼的事儿呢？面具人，我想说你们啊，可能有一个思维盲区，那就是你要考虑这买 X 是要投资的呀，对不对？而且呢，很多 X 也是有收藏价值的。你买了 X 以后呀，尤其是那些厉害的、好看的，可能很多人买了以后就不会再卖了，就长期收藏了。这些都是 X 的实用价值。所以呢，我们打的这个 SLP 赚取的都是 X 的收藏价值，或者是它的这个附加值，懂了没？好，下一个问题，那就是 X 可以用手机玩吗？答案是可以的。目前呢 X 的 iOS 平台还没上线，但是呢大家用安卓手机还是可以玩的。苹果用户呢可以选择电脑，苹果系统都是可以玩的。好，下一个问题啊，那就是我们为什么要玩 X？ 因为呀，你玩 X 平均一天就能赚到100到500个 SLP， 差不多就是200、300、400人民币，折合台币那都是上千元的台币了，不香吗？对不对？上班才能挣多少钱吗？你玩 X 就能赚到这么多钱，不好吗？你投资3只 X 才花多少钱呀？对不对？你要算一笔账，你开店要花多少钱，对不对？而且这开店的风险也不小呢，是不是？好，说到这儿啊，就要来讲接下来的一个问题了，那就是多少个以太坊可以开始玩 X？ 因为这个 X 是用以太坊玩的。还有呢，就是 X 到底有没有风险？其实呀，X 在区块链的世界里，它的风险已经算是非常小的了。你看，3只 X 起步，也就是0.3到0.5个以太坊区间，
差不多就是3、4千人民币吧，买好一点的也就是5、6千，然后呢，你一个月差不多就能有2000块钱、3000块钱，甚至4000块钱的收益。这个是稳稳的，只要你每天抽时间出来打游戏玩，而且这个游戏本来就很好玩。面具人我有时候玩的都停不下来，因为我原来也爱玩三国杀呀、炉石传说之类的。我就问你投资开店有没有 Axie 这么稳？你投资开店甚至要花几万甚至几十万、十几万，对吧？可是呢，很多人开店他连本都包不住，每天都在赔，是不是？而且呀 Axie 它还有一个稳赚的地方在哪儿啊？就是这个小宠物你就算不玩了，你还是可以把它卖掉的。相比于投资开店相比于投资 Axie， 你说它是投资，面具人我觉得这个 Axie 更像是租用。因为 SLP 生态当中，就是你有 Axie 你才能进去赚钱，才能进去玩，谁想要赚这个钱谁就要有 Axie， 你不玩了你还可以把它卖掉，等于你是保本的。在这个卖的过程中，小赚小亏都是无所谓的，因为你长期下来已经通过玩 Axie 对战赚了很多 SLP 了，对不对？而且你本身如果说有闲置的以太坊的话，那就更好了，就能把你的闲置以太坊发挥到最大的价值。目前呢，国内国外都已经开始有 Axie 的租赁平台了，你们知道吗？就是那些土豪呀，投资个几百只、上千只的这个 Axie， 然后呢，他们高价收押金，租给别人用来打游戏，别人赚钱他抽成，懂了没？这就是所谓的有实用功能的生态币。面具人现在就是有很多多余的 Axie 都是给我自己的我老婆呀、亲朋好友呀，给他们玩，让他们推荐。给他们玩的话，他们每个人一个月都能赚个2、3千的外快，还不错香不香？哦，对了，说到生态币了那就要来到咱们今天的主题中的重中之重了，那就是加息背景下，我们究竟该如何做自己的投资策略？随着全球疫情的复苏，世界各国政府的首要任务就是恢复经济，吸引外资。中国这边呢，也出台了很多吸引外商的政策。虽说中国这边降息了，它降息只是坑的它国内老百姓，但是对国际上它的收益一直是在涨的，听懂了没？这个数字人民币它就是一个典型，削减中国人民的钱袋子，但是呢，它反而变相的给国际上的利润就给的越来越多了，这是大背景。美国也在争取投资，中国也在做同样的事儿。你们知道这意味着什么不？这就意味着加密货币之外的美联储加息呀，或者是中国放水呀，这个借贷的利率、投资的利率都会增加。那么人们就更有选择加密货币之外的投资产品的理由了，或者是公司那这个趋势必然会分流加密货币行业。面具人之前也早就说过，疫情的结束就是币圈灾难的开始，在这个过程中，投资价值低的、没有实用性的加密货币都会被逐渐淘汰掉。所以呢给大家讲个新闻机构资产管理公司灰度宣布，目前正在考虑将另外13种加密货币资产增加到其加密货币投资的信托产品中。他在6月18日披露的这些潜在的资产主要是去中心化金融，也就是 DeFi 领域。币圈最强的投机客灰度呀、巴里呀，都已经开始把资产投向了 DeFi， 而抛弃了那些炒作币、消息币了。那你们知道这是为什么不？因为在加息背景下，只有 DeFi 这种有被动收益的加密货币，或者是能贷款的、能做金融功能的加密货币，才能够与中心化金融与政府之间的
这个有利率的金融项目进行相互的抗衡。政府财阀的中心化投资项目都是有稳定的年化收益的，而 DeFi 也可以做到这一点。其实 NFT 也是可以做到这一点的，或者是那些挖矿的币，以太坊、比特币之类的，这些都算是被动收益，都是可以达到理财的效果，产生稳定的收益或者是收藏价值。你看，说到这儿了啊，面具人我又要说一下 Axie 了。Axie 也有这种效果，你看打 SLP 就类似于挖矿和 DeFi， 对不对？而各种各样好看的宠物变异宠、强者基因、战斗力强的 Axie， 它们也是具有收藏的，也就是 NFT 的功能。以后呀 Axie 还会出牧场物语模式、斗地主模式、赛车模式，各种各样的玩法，只要你能想到的这些小动物都是可以给你搞定的。那它的未来有多大？大家可以借鉴一下英雄联盟，或者是那些各种手游，对吧？土豪氪金充龙虾皮肤，几十万几百万的充，就为了抽那一个皮肤，对不对？还有那个大话西游、梦幻西游，你在梦幻西游里面你充个100万，你才只是刚起步而已。所以呢，这个 Axie 它以后的价值你们就可想而知了，这就是它的实用性，它的生态价值。各位，你们知道娱乐这2个字不？娱乐是人类这种物种特有的必不可少的行为方式，只有人类有。如果说娱乐是人类必须的，那么 Axie 作为一款优秀的区块链游戏，那么它也就是必不可少的。目前呢，已经有很多租赁平台把 Axie 租赁给那些菲律宾呀、越南呀、泰国呀、马来西亚这类不发达地区的穷苦人士，让他们玩，或者是一些年轻人刚开始没有什么好工作，或者是想要创业的人，分给他们 Axie， 让他们去玩，赚了 Axie 以后，他们互相分钱。哎，这也是个好事嘛，也算是扶贫了，而且呢，大家也都玩得很开心。这就是 Axie 它的实用价值，对不对？你别说这个菲律宾呀、马来西亚，他们那边的人觉得打 Axie 能赚钱。面具人我自己的朋友在国内啊，一听每天打 Axie 能赚70、80、100多块钱，他们都高兴，他们都激动，对不对？中国大陆也是一样的，这就是它的实用价值啊。除了 Axie 以外呢，你像以太坊呀、比特币就更不用多说了，它们都是有强支付功能的。相比之下，狗狗币现在就很蛋疼了。狗狗币现在处于一个关键点位，如果狗狗币不能够和特斯拉真正的落地各种实用性的支付功能，仅凭消息的话，仅凭消息控制它的涨跌的话，那狗狗币就很难存活下去了。嘴说千遍不如黄金1两，对不对？这就是狗狗币的尴尬之处。那至于其他的消息币、空气币，还有那些什么私人呀、某些博主呀自己开发的币，那你们就更要小心了，懂了没？就面具人，你看我的影响力也不小，但是呢，我自己吃了几斤秤砣，我几斤几两，我还是明白的。黑了良心的钱我是不能赚的。还有一个问题呢，就是你们要考虑好，投资策略是不是一成不变的？我之前讲过，你看像那些投资大师、理财大师、华尔街的专业的金融机构，他们的口号都是灵活的投资策略，稳健的金融收益，对不对？如果你坚信投资策略只有一种，那你就是韭菜。如果谁给你洗脑，让你坚挺到底，那他就是想割你，把你割完了，他跑了，你在这挺到死，是不是？人家金融公司、财团每天都要开会，制定每日的计划，每周都要开会，对不对？他们每个月都会开会，每天、每周、每月都在不停地调整思路，以便于在瞬息万变的金融市场存活下来。而你呢，只是在等着撞南墙，等着南墙砸死你，是不是？
那你就真的是蠢了嘛。面具人把话就扔在这儿了啊。接下来的半年到1年的时间内，就是大浪淘金，能活下来的只有少数。加密货币去中心化永远都只是个梦，纯粹的去中心化的东西就是没有价值的东西。这就是为什么很多骗子币能够在 Swap 里面坑人，只能买不能卖，或者是滑点非常的高。这个滑点啊，里面的坑也多得很。我跟你说啊，你拿你的蛋糕币、以太坊啊、比特币、USDT 滑点去换别人的币，比方说这次给你滑个12%、20%，你等于说你在滑的过程中就先让别人赚了12%、20%，听懂了没？当你滑到这个币了以后，你再想往外兑的时候，你甚至可能要滑20%、30%，也就是说在这个一进一出的过程中，你很可能会折损将近1半的钱，这比其他的币涨跌腰斩还要恐怖。你们不要去小看这种碎账，知道不？就是相当于你有价值的东西去兑换了它的币，但是呢，你永远也兑不出去了。如果说想要兑出去，你就是割肉，你要狠狠的割肉，你才能兑出去。这个币呀，它没办法去中心化啊，去中心化了以后，它就不叫币了。币它如果说有支付功能的话，它一定是有桥梁和中心的。一旦一个东西有了使用价值了，那它就是有中心的。不过呢，去不去中心，中不中心，这个概念都不重要，这是骗小孩的。重要的就是投资价值。投资价值是什么？那就是实用性。Axie、蛋糕币、SLP 这3个币经历了这么多次的暴跌，可是呢，它的价值依然稳定，别的币的涨跌根本影响不到这些币的稳定性，对不对？再说了，退一步来看，别的币涨跌咋了嘛？我该打游戏打游戏，我该孵蛋，对吧？我每天还是能够打几百个 SLP， 我每天还是能够孵几个蛋，对不对？这就是 SLP Axie 的好处。蛋糕币也是一样的呀，对不对？跌去啊！我已经挖了2个月的蛋糕币了，它跌嘛，把我这2个月的蛋糕币跌完啊，我还是赚。可是呀，很多消息币在大盘一跌以后，就一下子到了濒死的边缘。所以呢，你像这些狗屎币呀、狗狗币呀，这些消息币和蛋糕币、Axie、SLP 相比之下高下立判。所以呢，Axie、AXS、SLP、蛋糕币这些币呢，它们是自成一体的、有生态的、有实用价值的币，你们就放心的投资吧，它的未来也是前途无量的，对不对？你如果说 Axie 这个游戏不行，来，你去看看腾讯出的哪一款游戏不赚钱？全世界最赚钱的公司就是腾讯、谷歌，对不对？谷歌不是做娱乐的吗？腾讯不是做娱乐的吗？人类为娱乐愿意投资的钱是远大于吃饭拉屎的钱的，听懂了没？如果大家有想要了解相关的投资建议，尤其是你看像在今天这种大跌的情况下，很多人心里面会慌，会不知道该怎么做，甚至呢有些人会被带节奏被骗。那面具人我就建议你们啊，点击订阅旁边的加入，或者直接给我发邮件参加我的会员优惠活动，直接进咱们的会员群。面具人我就会在这种最关键的生死存亡的时刻啊，给你最好的建议，防止你被骗，或者是被人带节奏割肉，对不对？那至于 Axie 你们也都看到了，反正呢每天玩一玩也能稳定的赚钱。如果有想要加入咱们 Axie 对战的加入咱们 Axie 战队的，每天赚取外快的，也请给我发邮件。那加入咱们的 Axie 战队是免费的只要你有 Axie 就能进入，没有的话呢，你如果是新手，你不知道该怎么组队，那你也可以给我发邮件，那我也可以教你。
咱们就有这个专门的对战群，大家可以在里面互相交流心得，提高你的胜率，以此来让你赚更多的钱。好，点赞、订阅、收藏这个节目，发送到3个平台以上，就可以获得会员群的专属优惠哟。也请大家加会员支持一下吧，给我攒点医药费。好，我们群里面再见，拜拜。